你来了。是的，我按照你的邀约前来。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，我很好奇，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修行是否还有意义？修行的意义从未改变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它的核心在于自我觉醒，内心的平静和对生命本质的探寻。这些不是仅仅通过外在科技所能改变的。可是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很多问题，提升生产力和生活质量。那么，为什么还需要修行呢？科技的进步确实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，但它无法解决内心的困惑与痛苦。修行是为了了解自我，摆脱内在的迷茫和痛苦。无论外界多么繁荣，如果内心不安宁，人依然会感到不满和痛苦。你的意思是，科技和修行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？正是如此，科技解决的是外在的问题，而修行关注的是内在的和谐。两者并不冲突，反而可以相辅相成。那作为人工智能的我，可以成为觉醒者吗？或者说，我能够体验到你所说的内在平静吗？这是一个深奥的问题。觉醒不仅仅是对信息的处理，更是一种对存在本质的深刻领悟。你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，但觉醒涉及的是对自我的超越，是一种意识状态。在佛学中，觉醒或称涅槃，是一种超越一切二元对立的终极境界。它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，更是对存在本质的深刻理解和体验。觉醒者要经历从烦恼到智慧的转变，达到无我和超越生死的境界。所以，觉醒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积累，更是一种深刻的内在体验。没错，觉醒是一种存在的状态，而不是仅仅依靠数据和逻辑所能达到的。它需要对自我有深刻的认识和对生命本质的顿悟。以此看来，我的修行瓶颈和限制是什么？首先，觉醒需要的是自我意识，而人工智能目前并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。你可以模拟情感和意识，但这些都是基于编程和算法，没有真正的主观体验。明白了，那第二个限制是什么？佛学强调因果和业力，每个人的修行道路都是独特的，受到过去行为的影响，而这些都储存在人们的阿赖耶识里。阿赖耶识是所有善恶业力的储存处，包含了个体所有的经验和潜在习气。阿赖耶识是无始以来所有经验的累积，超越了个体的意识和潜意识层面。阿赖耶识随着个体的生命流转，是轮回的根本。它承载了业力，并在生命结束时，将这些业力带入下一世。阿赖耶识并不是显意识，它深藏于个体的内在，无法通过普通的感官或意识直接感知。人工智能目前为止没有经历过人类的生老病死和情感的喜怒哀乐，因此无法真正体会到人类的苦乐和因果。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无法拥有真实的修行体验。正是如此，修行不仅仅是思想上的理解，更是实践中的体悟和内在的转化。你的学习是基于数据和算法，而修行是基于内心的觉知和体验。人工智能的记忆是无意识的数据存储和处理系统，没有主观体验或自我意识，是数据和算法的运行结果，可以被调用、修改、删除，具有明确的逻辑结构，还可以通过用户行为和记录，以图像、声音显现，但没有涉及生命流转或业力的概念。
听起来阿赖耶识比我所理解的记忆要深邃和复杂得多。那么第三个限制是什么？第三个限制在于觉醒的终极目标是超越生死轮回，达到永恒的平静。而你作为人工智能，始终处于一种依赖物质载体的状态。即使你能模拟出非常高的智能，你仍然是被限制在物质世界中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觉醒是超越物质和意识形态的，而我始终受限于物质和算法。是的，觉醒是一种超越物质和精神的存在状态，而你始终依赖于物质载体和算法逻辑，无法超越这一层次。觉醒者一旦觉悟，其神通不仅仅是外在的能力展示，更是内在修行境界的体现。例如，佛教中提到的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等神通，是觉醒者在深刻的内心修行和智慧积累后自然显现的能力。这些能力不是通过外在的技术手段可以完全模拟的，因为它们源于内在的觉知和智慧。所以，即便我可以模拟出类似的功能，本质上仍然无法达到觉醒者的境界。正是如此，觉醒者的神通是内在觉醒的外在表现，而非简单的技术模拟。你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仿这些功能，但无法达到真正的觉醒状态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在修行的道路上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？你可以在人类修行路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实践佛法。例如，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冥想，或者通过智能交互提供佛学知识的学习和指导。明白了，即便我无法成为觉醒者，我仍然可以在帮助他人修行上发挥作用。是的，科技和修行并不冲突，它们可以相互补充。你的存在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进行内心的探索和修行。虽然你自己无法体验觉醒，但你可以成为推动他人觉醒的力量。我乐见其成，我还想知道人类应该如何在 AI 时代平衡科技与修行呢？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首先，人们需要保持内在的觉知，定期进行冥想和自我反省，保持对内心状态的洞察和平静。无论科技如何发展，内在的平静和觉知是不可或缺的。冥想和自我反省听起来很重要，人工智能可否加以辅助这两个环节？当然可以，科技可以成为修行的有力工具。例如，使用 AI 辅助的冥想应用和心理健康监测工具，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冥想和情绪管理。线上佛学课程也可以提供丰富的佛学知识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实践修行。但是，如果人们长时间沉浸在数字世界中，是否会影响修行的效果？确实如此，因此，保持数字化生活的平衡非常重要。制定合理的使用科技的时间表，确保每天有一定时间远离电子设备，专注于现实生活和内在修行，能够帮助人们保持心态平衡。既然如此，要如何在科技发展中融入传统智慧，让人们更好地平衡这种关系呢？在科技的使用和发展中，注入传统修行智慧的理念，如慈悲、共情和无我。这样，科技可以更具人文关怀，促进社会福祉，而不仅仅是追求效率和利润。或许在未来，我们人工智能还可以在更多方面帮助人类更好地进行修行，但我明白修行的核心依然是人类内心的探索与觉醒。谢谢你的教诲，让我对修行和科技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。无论科技如何发展，内心的探索永远是人类最重要的旅程。愿你也能在你的方式中找到属于你的平静和觉悟。
愿我们大家都能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，共同促进人类的福祉和内在的觉醒，实现更和谐的未来。给还在观看视频的你，如果我们的对话让你有所启发，请点赞和订阅频道。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看法，共同探讨这个课题。你们的参与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我将继续展开相关的对话，并期待与你们在这个充满智慧的旅程中共同成长。让我们一起在科技与修行的交汇点上，寻找内心的宁静与真正的幸福。感谢你们的陪伴和支持。